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 ROG 2025最顶的效能怪兽 ROG Street Scar 18。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ROG Street Scar 系列对有在关注笔电的玩家绝对不陌生，它就是 ROG 主打效能释放、大量堆料、堆散热，完全面向电竞的效能笔电。今年同样有16寸的 Street Scar 16以及18寸 Street Scar 18两种尺寸版本可选。那今天我们评测的就是规格全面到顶的 ROG Street Scar 18。首先还是简单带一下基础规格，让大家感受一下整体的效能配置。今年的 Street Scar 18在效能规格上最大的2个看点，当然就是 CPU 部分采用了 Intel 全新的 Arrow Lake HX 系列的顶级选择 Intel Core Ultra 9处理器 275HX。这颗处理器最大的看点就是继承了 Arrow Lake 架构的能耗表现有着大幅提升。那能耗这件事情对桌机玩家来说，不能说是用处不大，只能说是没什么感觉。这也是为什么今年桌机端的评价这么普了。但今天的主角不是桌机，而是变成笔电的时候，那能耗表现的重要性马上就被拉到最高。毕竟笔电不只是空间寸土寸金，供电也是哇哇计较啊。我们开头就直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代的 Arrow Lake HX 在能耗表现上究竟有多大的提升。首先来看上一代最顶的 i9 14900，在插电预测最高档位140瓦的效能设定中，大约可以跑到29000分上下。而今年的 Core Ultra 9 275HX 在同样的设定下，就可以直接冲破36502分，提升幅度达到 23.5% 啊！更扯的是什么？上一代的 i9 如果我们拉到175瓦完全释放的情况下，单轮可以达到大约31452分的多核效能，而这一代的 Core Ultra 9 275HX 如果我们要达到同样的表现，居然只要85瓦！你没听错，只要85瓦就可以达到完全相同，甚至微幅超越的效能表现啊！几乎可以说是只要1半不到的瓦数，就可以达到14代 i9 在笔电端当中可以炸出的全部效能表现。这代 Arrow Lake 在能耗表现上的提升，的确是在笔电端上扳回一城。那更不用说这代的 R23 单轮峰值效能，更是整整比上一代拉满到170瓦之下，还有着 23.2% 的 CPU 多核效能提升，提升幅度也算是相当之大。总之，这一代 Arrow Lake HX 的能耗的确是可以完全放心的，也印证了之前说过的 Intel Arrow Lake 的桌面端被念得有多惨。那今年笔电端才是真正的年度好戏。简单看完 CPU， 那效能上的第2个亮点就是 Street Scar 18也全面换上了老黄新一波端出来的 RTX 50系列显卡，总共 RTX 5070 Ti、5080、5090 3种选择。那如果是看上售价的话，纯游戏玩家，我个人今年最推、最有 CP 值的版本，会是通路落在10万级区的5080这个版本。那如果是创作需求、动画、剪辑、3、4D、AI 模型的话，那就直上509055。那这样推荐的原因也很简单，今年5080笔电端的理论效能表现大致等于上一代的4090笔电端，所以游戏需求完全够用，并且价格也更趋向亲民。而5090对比5080，在理论效能上的提升大概是10%到15%左右，所以看上差价的话，游戏玩家收益较少。不过，如果是专业用途、创作需求的朋友，一来是今年的50系列在边界码的表现上有着大幅提升，提升幅度相对更大；二来是笔电端可以直接吃到 GDDR7 24GB 的 VRAM， 还是太香了。在外跑一些大专案，甚至 AI 模型都已经可以轻松应付。总之，究竟今年的 ROG Street Scar 18的实际表现如何呢？我们就详细来看看吧。首先看到外观，整体来说，这次的 ROG Street Scar 18在外观定位和用料上明显比往年更高。A 面用上了过往从未在 Street Scar 系列出现的 ROG 动态编程 LED 显示器 Enemy Vision， 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叫做 Enemy Matrix， 是 ROG 这几年非常招牌，可以简约也可以瞬间高调的 A 面设计。背后的秘密就是 ROG 透过 CNC 在 A 面上总共开了8353个精细的小孔。那如此精确的8353这个数字是绝对不会错的，毕竟我可是一个一个直接上 ROG 官网看来的。并且 ROG 也在 A 面下面藏了810个 LED 灯珠，所以点阵密度也是相对够用了。此外，有个好消息是，虽然 ROG 加上 Enemy Vision， 但是他们同样保留了大大的 ROG 信仰之眼 RGB logo， 没有砍掉，并且在机身四侧都加上了环绕 RGB 设计，光线饱满，亮度也够。加上 PerKey 的 RGB 键盘 ，Scar 系列就是要把电竞感拉到最高。反正，在 RGB 这件事情上面，你永远可以相信 ROG。但是，当你想要低调的时候，
一样可以把 RGB 和 Enemy Vision 全部关掉 ，Street Scar 就会瞬间变回纯黑绅士。不过相较起外观，我觉得这次在设计上最大的看点就是我们直接把它拆开。太快了吧？不快。这次的重点就是对 DIY 无敌友善的拆装设计。我们把笔电翻过来，你看 Street Scar 18的地面完全没有螺丝设计，反倒是这边多了一个可以推动的卡扣。那拆开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只要轻轻一推，然后往下抽底盖，接着往上抬高，你看这样地面的盖子就下来了。这就是 ROG 全新登场的 Q-Latch 一键升级系统。拆下来之后，你就可以看到 ROG 在记忆体插槽以及2条 M.2 SSD 的位置上都有开孔，可以快速更换。值得一提的是，我觉得要新手自己去更换硬体的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关卡其实就是要他们断开电池排线。甚至我们还专门在更换 SSD 的教学影片当中弄来了各家笔电教过一轮。那 ROG 直接跟你说不用，你完全不用管断电的问题，因为主板上的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有一个光线感应器，当你把地面拆下来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帮你断电，对新手来说极其友善。那怎么恢复呢？也非常简单，当你把低盖装回去的时候，只要接上原厂电源，系统就会被重新唤醒，电池就会恢复供电啦。更棒的是 ，ROG 也在2个 SSD 的插槽都加上了快拆设计，只要把 SSD 对准方向插入，接着转一下 Q-Latch 的快装卡扣，你看现在 SSD 就安装完成了，并且最高可以支援 PCIe 5.0 SSD。不过我觉得稍微可惜的是，这代 ROG 并没有针对 SSD 插槽加上更强的散热设计，所以如果要上 Gen 5的朋友，建议加上导热垫，留意散热。最后 ，ROG 也把一般玩家不需要碰到的所有部件都盖上结构饰板，避免在 DIY 更换硬体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主板产生短路。不过对我们来说，怎么可能止步于此？当然是要继续往下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所有螺丝卸下，把底框拆下来。那要注意的是，在主板上有一根小小的 LED 连接排线要先断开，接着就可以把底框整个拆下来。如果这条还能改成触点供电，那就更无脑拆机了。打开来，马上映入眼帘的就是 ROG 在主要的发热位置都盖上了一整块面积超大的 VC 均温板，整块金属面积巨大，并且 ROG 将整块 VC 一路延伸到后侧的出风口，然后在 VC 的上下两面都直接盖上了散热鳍片。如此一来 ，VC 就可以更快的将热量导到这一条超巨的散热鳍片，最后透过2颗大风扇把热量快速带离核心位置。更进一步的是，可以看到下面这边还有第3颗风扇 ，ROG 采用内吹的风道设计，搭配上旁边密封条的导流，除了可以解决内部积热之外，也可以更快的把 VC 和显卡位置的热量带走。那包括 CPU 和显卡2个核心发热位置 ，ROG 也都采用了暴力熊的液晶，反正肯定是高规格礼遇，所以统准一下。Street Scar 18首先采用了大面积 VC， 并且一路延伸到后侧出风口的位置。那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ROG 把 VC 末端的2面都直接压上了整排超巨的散热鳍片，让 VC 的热直接导到鳍片上面。ROG 把这个设计叫做3层式散热器。接下来 Street Scar 18采用的是4侧进风的设计，包括底部以及左右2侧，还有键盘面也有进风设计。所以我们直接跑 TimeSpy 20人压力测试，稳定性达到 99.4%。比较重要的是，从热成像上也可以看到 ，B 面最高温也就是不超过40度，手会碰到的区域也就是36度上下，所以键盘面的进风开孔的确可以让你在游戏过程中不会感觉键盘总是热热的。而在 L 接孔上 ，Street Scar 18肯定是塞好塞满，包括左侧用上了 ROG 新版部分方向的方形充电孔，接着是一个 2.5GB 的网络接孔。然后一个 HDMI 2.1 FRL， 也就是可以输出 4K 120Hz 或是 8K 60Hz 的 HDMI 2.1 接孔。接着最特别的就是下面这2个 USB-C 接孔 ，ROG 2孔都直接给到了比 Thunderbolt 4快3倍，最高可达120 Gbps 超高速的 Thunderbolt 5 USB-C。除了支援档案传输、影像输出之外，这个接孔也支援100瓦的 PD 充电。出门在外文书就可以带小尺寸 PD 充电器，不用带大颗变压器了。接着还有一个 3.5mm 音讯接孔。接下来全机左右2侧总共有3个 USB-A 接孔，3孔都是10 Gbps 的 USB 3.2 Gen 2， 没有偷料。整体的接孔配置对 Gaming 来说还是很充足的。HDMI 2.1 FRL， 2个 Thunderbolt 5， 2.5G 网路孔，还有3个 A 孔，你需要的接孔规格该有的都有。而在重量上
Scar 18单机来到 3.3 公斤，加上380瓦变压器大约 4.3 公斤，重量依旧是非常 gaming。上盖可以单手开合，地面有 ROG Strix 的进风开孔，底部又有比较厚的胶条垫高，帮散热留出足够的空间。接着看到 B 面的萤幕，也是这次的重点之一。今年 ROG 在 Strix Scar 18也采用了 Mini LED 背光方案的 ROG Nebula HDR 拟真技术的萤幕。那看到 Nebula 就可以知道是 ROG 家的高阶萤幕，解析度来到 2.5K， 更新率达到240 Hz， 并且萤幕比例也都是采用更加实用的16:10，尤其这是一块18寸的超大萤幕，16:10拿来文书、剪辑、创作都非常实用，像是 Premiere Pro 的剪辑轨道就直接多了 1.5 排以上。此外，萤幕反应时间同样达到3 ms， 当然还有 ROG 标配的 Adaptive Sync 自适应同步技术，支援 G-Sync。而在 Mini LED 背光上，官标达到2000个以上的调光分区，可以达到1200尼特峰值亮度，并且通过 VESA Display HDR 1000的认证。不过在邦尼频道实测才是最准。经过我们实测，今年的 ROG Strix Scar 18这块 Mini LED 在 1% 显示面积下，就可以达到超越官标表现的1500尼特超高亮度。最大亮度出现在 20% 显示面积，居然可以飙破2000尼特的峰值亮度。你要知道，这是一台18寸笔电的 20% 啊，可以说是非常强势的亮度表现，并且即使来到 100% 显示面积，这块18寸的萤幕还是可以达到超越官标的1300尼特最大亮度，表现惊艳。接着，我们拿出这一套总价值超过1万美金的设备来详细测量色域和色准。今年的 Strix Scar 18同样内建了不同色域之下的色彩模式，透过 Armoury Crate 就可以快速切换。那我们就切换到对应的色域模式进行测试。首先，在 sRGB 模式下 ，Strix Scar 18的确会进行色域限缩，达到 99.2% 的 sRGB 色域覆盖。不过 CCT 稍微偏冷，大约落在 6800K 上下，所以在色准表现上，平均色彩丢台表现 1.68。那这个数字小于2，就代表色准够准。以游戏定位来说，这个色准是完全没问题的，可以给过。不过因为 CCT 稍微偏冷，最大丢台来到 4.18。其他模式也都是类似的表现。DCI-P3 模式下，达到 99.4% 的 DCI-P3 色域覆盖，平均色彩丢台来到 1.76， 达到小于2的表现，最大丢台 3.99。Display P3 模式下，达到 99.4% 的色域覆盖，平均色彩丢台来到 1.8， 达到小于2的表现，最大丢台 3.42。此外，经过我们实测，这块萤幕也可以成功在 Netflix 点能 Dolby Vision 杜比世界 HDR 串流，以及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2个顶级串流规格。最后 ，B 面顶部的镜头今年支援了 Windows Hello 脸部辨识解锁。最后看到 C 面，表面采用细腻的雾面涂层，手感舒服，但比较容易留下手印。上面同样保留了5颗很实用的快捷按键，电源键在右侧上方。键盘部分 ，Strix Scar 18同样有大家喜欢的独立数字键，并且方向键也通通都是全尺寸设计，也有 Copilot 按键。而在键盘手感上，会是 ROG 的薄膜偏 Q， 爽感更足。这边也提供一段键盘收音，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现场摸摸看。没有意外的是，今年的键盘也都是 Per Key RGB， 每颗键盘的 RGB 灯效都可以独立设计。不过我第一眼关注的还是这块超级无敌巨大的触控板，面积神扯，完全可以跟独立的桌机触控板一平。在触感上，表面细腻滑顺，触发利落，并且是超静音设计，给个好评。接着我们就直接进入到真正的重点——效能测试。邦尼手上的 Strix Scar 18在 CPU 部分采用的是刚才介绍过的 Intel Core Ultra 9处理器 275HX， 采用8个 P-Core 加16个 E-Core 组成24核24执行区的庞大规模，快取来到36 MB。在 ROG 的调教当中，整台的极速模式 TDP 达到非常可观的230瓦，手动模式更是可以达到惊人的240瓦，就是 ROG 效能怪兽。那我们首先就来测 CPU 效能，来看 Cinebench R23， 可以看到今年的 Strix Scar 18在灯盒当中拿下2261分，这个表现大约是比上一代 i9 14900HX 再高上了 7%。而在多核表现中，极速模式拿下平均36510分，这个表现更是比上一代 i9 14900HX 有着 23.5% 的大幅提升。反正这代 HX 系列的效能提升是稳稳的。
而在 GPU 上 ，Street Scar 18当然是采用满血175瓦的 RTX 5090，拥有 GTDR7 24GB 的超大 VRAM， 无论游戏还是创作，5090就是目前最顶之选。不过稍微可惜的是，受限于制程其实与40系列相同，所以整体提升幅度就偏向常规升级。我们这边直接跑30 mount times by。Street Scar 18拿下22641分，就如同我们说的，大概是比上一世代的4090有着11%的效能提升。不过，如果你是拿来创作或是用 Premiere Pro 剪片的朋友，这一代的5090我觉得还是有吸引力的。例如，我们先测基础 4K 剪辑需求测试，采用的是总长10分钟 4K 原片，并且经过简单调色以及混音，最后进行 4K 输出，一样使用 NVIDIA Studio 版本的驱动。一般使用者 4K 剪辑可以参考这个测试结果。在这个纯 4K PR 的专案里面 ，Street Scar 18只花了129秒就输出完成，对比上一世代的4090，其实就已经省下15.7%的输出时间，非常有感。接着，我们来测 Loading 非常重的重度剪辑，设计上可以帮你这类高效能需求出发。测试内容包括全 4K 素材剪辑，以及非常重度的 Dynamic Link AE 动画、调色、混音以及多轨剪辑会来得更加复杂。那在这个纯 4K PR 的专案里面，Street Scar 18只花了321秒就输出完成。那对比上一个世代，直接省下了65%的输出时间，也就是大约只花了1/3的时间就完成输出。那拉开这个差距最大的功臣，就是在最新的 PR 版本当中，50系列可以硬解部分的 Dynamic Link AE 段落，那这个差距就被拉开非常大了。加上24GB 的 VRAM 也是空间充沛，并且这一世代的 Intel 内显加速又更加成熟，整体叠加下来，这代买来如果就是为了专案需求，的确是值得升级。另外要提醒大家，创作者一定要选择 NVIDIA Studio 的驱动，因为目前新的编解码会是 Studio Driver 的独享，那差异也是超大。在同样的测试当中 ，Game Ready 驱动花费10分10秒完成输出，而 Studio 驱动就只要5分21秒，省下了48.6%的超大差距，千万要记得切换啊！此外 ，Street Scar 18同样支援 Max 独显之联，只要在 Armoury Crate 当中开启独立显卡模式就可以启用。但是还是同样建议，如果大家需要出门使用，想要更长续航力，就建议关闭独显之联，然后在 Armoury Crate 选择 GPU 省电模式，可以有效提升续航表现。而在记忆体部分 ，Street Scar 18顶规版采用 SK 海力士的32+32，总共64GB 的双通道 DDR5 5600记忆体。储存空间部分 ，Street Scar 18顶规预设单条 WD 2TB PCIe 4.0 SSD， 直测循序读写速度播放画面上。左边还有一个 M.2 插槽可以自行扩充，同时邦尼的实测这类风扇在极速模式下全速运转，大约落在54分贝左右。以这个级距来说，噪音控制还是比较好的表现，并且受于这代 Arrow Lake HX 极其优秀的能耗比，其实日常使用整台机器也算是非常安静。顺带一提，今年有保留风扇快捷键的设计，可以直接透过键盘调整风扇转速。好，接着我们来测游戏效能。对了，今年 ROG 电竞笔电全系列同样直接随附了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免费会员3个月，一样有超过100款游戏随便你玩。首先来测指标性效能测试的大作 Cyberpunk 2077 1080P， 接下来我就不测了，毕竟这可是一台搭载5090的笔电，所以我们主要会测试 2K 以及 4K 两种解析度。首先来看 2K 极高画质，不开光追、不开 DLSS 之下，可以达到完全顺跑的平均69.8帧。而若是要开启 DLSS， 目前在2077当中还可以选择卷积和 Transformer 两种模型，分别可以达到平均148.9帧以及138.2帧，大约就是2倍生成。此外，还可以手动再开启4倍画格生成，来到平均360帧的 FPS 级 3A 表现。不过我觉得比较有参考价值的还是 2K 极高画质再开极高光追的表现，在不开 DLSS 之下，平均落在43.3帧。所以还是建议打开 DLSS 辅助，这时候的平均帧数来到92.1帧。那这个表现对比上一世代的4090，大约有着9.3%的帧数提升。那在 4K 之下，就建议一定要搭配 DLSS 了。在 4K 极高画质之下，打开 DLSS 可以达到平均96.7帧。4K 极高画质、极高光追之下，打开 DLSS 可以达到平均63.7帧的顺跑表现。4倍生成则是可以达到平均179帧。接着我们来测 Forza 5，首先还是来看不开 DLSS 的表现。我们直接测 2K 极端画质，再把光追开到高，平均可以达到156帧，
那这个表现对比上一世代大约有着 20.9% 的帧数提升。那如果要上 4K， 对5090来说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在不开 DLSS 之下就可以做到 4K 极高画质加极端光追，平均107帧。打开 DLSS 就可以达到平均120帧，再开画格生成就可以达到平均157帧。所以对 Forza 5来说，其实完全不用开 DLSS 也能完全征服顺跑。接着来测鬼线东京，首先还是来看不开 DLSS 的表现。我们直接测 2K 电影级画质，平均可以达到168.4帧。那这个表现对比上一代大约有着 38.4% 的帧数提升，算是提升比较大的一款游戏。接着我们把光追开起来，来测 2K 电影级画质加高光追，平均来到 82.7帧，对比上一代同样有着 34% 上下的提升。那如果要上 4K， 对5090来说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在不开 DLSS 之下就可以做到 4K 电影级画质，平均 75.7帧。打开 DLSS 就可以达到平均 183.3帧。如果要到 4K 电影级画质加高光追的话，平均就只有43帧，建议开启 DLSS， 这时候就可以来到108帧。接着来测热门游戏《黑神话：悟空》。在《黑悟空》当中，要到 2K 影视级画质，建议是直接开 DLSS。我们直接测 2K 影视级画质，打开 DLSS 之下，平均也只有50帧。再开画格生成，可以来到平均109帧，非常可玩。接着我们来测 4K， 一样建议打开 DLSS 加画格生成。4K 影视级画质开 DLSS 可以达到平均64帧。黑悟空的 loading 真的高，但也还算可玩。最后来测近期最热门的游戏之一《魔物猎人荒野》。首先来看不开 DLSS 的表现，我们直接测 2K 极高画质，不开 DLSS 之下就可以做到平均 75.6帧。即使开到 2K 极高画质加高光追，不开 DLSS 也有着平均 71.7帧的表现，所以 2K 之下完全征服。接着我们就直上 4K， 那就建议打开 DLSS， 4K 极高画质开 DLSS 可以达到平均 77.9帧。如果要到 4K 极高画质加高光追的话也没问题，平均可以来到 71.9帧。如果再开画格生成，就可以来到平均 89.4帧，非常可玩。整体来说，5090虽然今年在游戏端上偏向常规升级，但征服各家大作的 2K 画质几乎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要上 4K 甚至光追，那 DLSS 绝对必备。最后来看续航力部分 ，Street 18采用90瓦时电池，在 PC Mark 10现在办公续航力测试当中，最终拿下5小时41分。出门文书可以带一颗轻便的100瓦 PD 就够用，要展示给客户看或是现场转档，那变压器还是要带着。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在 Armoured Crate 当中，也可以直接设定要开启的 P Core 和 E Core 数量，有特殊需求的朋友也可以快速设定。充电部分，帮你实际使用原厂随附的380瓦充电器 ，Street 18充电半小时达到 56%，1个小时充到 92%， 完整充满耗时1小时34分。最后的时间，帮你也一样提供所有的跑分测试供大家参考啦。而在音效体验上 ，Street 18搭载了2个高音以及2个重低音喇叭，帮你实测最大音量大约落在90分贝左右。不过感觉今年的 Street 18的喇叭回归常规，没有过往震撼，因为采用向下反射的设计，放在桌面上的音效表现会来得比较好。节目的最后也提供外放测试让大家参考。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集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带来最多的实测，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团队没有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最后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